她穷得叮当响，却意外继承了闺蜜留下的700亿遗产，还有一对价值连城的高跟鞋。但她因为习惯了贫穷，不知道如何挥霍，得到财富后的第一件事竟是直奔便利店，买下了一整筐曾经望而却步的雪糕。结账时依旧不忘向老板讨个便宜，省下那一点小钱。可在回家的路上，品尝着雪糕的她突然有了疑问，思索着，若闺蜜真的那么富有，为何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怀着追寻真相的决心，她穿上那双鞋，找到了卖这鞋的店。眼光敏锐的店主立刻认出了她脚上的鞋，她匆忙撒谎说这是朋友生日时送的礼物，因喝醉了酒忘了是谁送的，于是拿出一张照片，请求店主帮忙辨认。店主打开照片，仅一瞥就断言确信无疑，正是他家的鞋无错。听到这回答，他心头不由升起不祥的预感。这个女人叫人珠，出身贫寒，有2个懂事的妹妹和一个只顾自己的母亲。父亲因赌债潜逃海外，留下他们一家生活艰苦。在公司里，同事们嫌弃她贫穷的气息，总是故意避开她。只有地位相仿的花英愿意与她交朋友，因为在花英母亲去世的那天，公司里没人出席葬礼，唯独人珠在那天忙前忙后的帮忙。花英因此非常感激人珠，她常带人珠去豪华酒店大手大脚消费。每当人珠询问价格，花英总是回答：别问价格，我们就当是有钱人享受一番。顺着这个话题，他们聊起了如果变富后的愿望。人珠说她的梦想是和妹妹们住进有窗户的宽敞公寓，在冰箱里塞满她喜欢的冰激凌。花英听后笑着开了她一番玩笑，然后默默记住了人珠的梦想。几天后，人珠去她家喂鱼，没想到在镜子中看到衣柜里挂着一双红色高跟鞋。她鼓起勇气走上前去仔细查看，她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，那身上熟悉的纹身让她心如刀绞。她认出了这就是她挚友的尸体。新闻很快报道了这一切，挚友自杀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。而她就在自杀前一天刚做完整容手术，公司里的人在媒体前夸夸其谈，给她戴上了抑郁症的标签，尽是些无稽之谈。人珠忍无可忍，怒气冲冲闯进公司，她当着记者的面怒斥那些胡说八道的同事，连自己的上司也没有放过。正争论间，公司的董事长急匆匆赶来，他把人珠叫进了办公室，因为全公司里只有他与花英关系最为亲近，他决定当着人珠的面揭露一个秘密。老板透露这笔钱是公司的秘密基金，因此他们不能报警处理，只能私下让熟悉花英的人珠来帮忙解决。但人珠坚决拒绝了老板的请求，他不相信自己的好友会是小偷，他决绝地扔下辞职信，他痛苦地流泪，望着挚友留下的遗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铃声撼动了他的内心。原来挚友在自杀前留下的东西在瑜伽馆，满心疑惑的他打开了瑜伽馆的柜门，一双昂贵的高跟鞋映入眼帘。他刚放下鞋子，又发现了一封遗书。打开遗书，上面写着挚友临终前的心声。当他看到挚友留下的包裹时，他被里面的东西吓得呆若木鸡，因为包裹里装的并非是普通物品。在那一刻，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。没有人知道他的眼泪是因为悲伤还是因为幸福而流。挚友留给了他惊人的700亿遗产，但习惯了贫穷的他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笔钱，竟将那巨额财富全都藏在泡菜缸里，只抽出了少许零用。然后他跑到便利店买了满满一筐平时不舍得吃的冰激凌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一边吃着冰激凌，一边恍然大悟，如果挚友真的那么富有，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？觉察到不对劲的他，第二天回到公司找到了领导，他提出要帮助调查丢失的700亿。听到他的话，领导高兴极了，他立刻弯腰前倾，仔细查看他脚上那双劣质的皮鞋。人珠迅速潜入花英的家，开始搜寻线索。这是因为花英之前告诉过他，对会计而言，收据和账本就是至关重要的圣经。于是人珠开始翻找屋里的奢华物品，她对着账本一项一项进行核对。虽然早知道闺蜜很有钱，但看到家中那些价值连城的名牌包后，人珠还是忍不住感到吃惊。记得在公司的时候，她曾买过一个山寨包，还跟闺蜜分享过。那时闺蜜就警告她，做会计的绝不能背假包，否则别人一看就知道是虚荣而又没钱，这对职业发展极其不利。紧接着她从闺蜜手机里发现了，竟然还有另一个社交媒体账号。这个账号里的闺蜜和她所认识的完全不同，不仅朋友圈满是奢侈品的照片，连自拍都透露出一股贵气。想起两人初次相识的日子，人珠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发凉。正当她想继续研究账单时，屋外的门铃突然响了，来人是公司的申代表。人珠对他说，屋里的奢侈品总值大约2个亿，卖掉大概能换7000万现金，但代表对这点钱似乎并不感兴趣。看到这，人珠赶紧岔开话题，告诉他发现了花英另一个社交账号。他把账号链接发给了代表，代表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满嘴脏话，然后开始一步步逼近人珠。人珠手足无措。这时代表看到了一边的枯萎兰花，他吓得连退几步，慌忙转身离开了。这枯萎的兰花和花英脚上的纹身一样，这也引起了人珠的注意。他明明一贫如洗，却穿着一双价值连城的高跟鞋闯进了奢侈品店。
敏锐的店长一眼就认出了他的鞋子，听了店长的赞扬，他尴尬地摸了摸头，然后谎称鞋子是朋友生日时送的，但因为当时喝多了，记不清是谁送的，于是他拿出了一张照片，希望店长帮忙辨认。店长打开照片看了一眼，他很快就肯定地回答了他。听着对方的肯定答复，任珠更确信了上司与闺蜜之间的关系非同小可。她找到了公司里那个出了名的八卦女，希望能从她那里打听到一些内幕消息。八卦女虽不喜欢任珠，却还是忍不住透露了些许信息。集团会长因病已久未参与公司运营，申理事乘机擅权独霸，利用手中权力在公司内施展个人癖好。任珠听后心里一惊，她一边喝酒一边浏览闺蜜小号的社交动态，越看越觉得不寻常。平时性格孤僻、穿着简朴的闺蜜，在那个账号里却是每天到高档瑜伽馆练瑜伽，还参加英语和电脑课程，常去高级商场和餐厅享受，偶尔还飞往国外游玩。任珠将这些线索报告给了公司高薪聘请的海外财务部长崔道日。闺蜜每次外出消费都会留下收据，唯独和某人共进晚餐时不开发票，还有那双昂贵的高跟鞋，她翻遍了家中也没找到发票。她向崔道日透露，怀疑理事长一直暗中追求花英，而花英之死很可能是理事长所为。理事长可能为了找人替公司财务漏洞背黑锅，他们开始在花英电脑上深入挖掘。他们继续在电脑上追踪，迅速发现过去4年中，花英一直匿名揭露理事长挪用公款赌博。他们推测，最近理事长得知此事后，可能暗中杀害了花英，转嫁罪责。他们在花英收集的证据中发现了一个新名字，就是花英之前的会计组长梁华书。他们查阅了梁华书的资料，发现他和花英一样，背着挪用公款的罪名在家自杀，身边也留有一双红色高跟鞋。任珠建议报警，为花英讨回公道，但崔道日断然拒绝，因为一旦警方介入，那笔钱肯定会被没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任珠心情复杂，难以平静。如果不报警，用闺蜜留给她的钱可以买很多东西，她可以买一套自己心仪的公寓，还能为二妹购置一辆心爱的小车，甚至让小妹有足够的钱去国外留学。她再也不用在超市结账时心惊胆战。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快递送达，彻底打破了她的迟疑。快递里装的竟是她闺蜜生前穿过的同款高跟鞋。心乱如麻的她冲到公司，找到了理事长，直接质问她为何要这么做。理事长看起来却似乎对此一无所知。那时他正在准备前往检察院自首。他向任珠解释，自己与花英和梁华书的事并无半点瓜葛，并且是花英主动请求接替梁华书的职位。他们现在所发现的所有证据，全都是有人精心设计栽赃给他的。他说完后，他便直接上了车，打算自己去检察院自首。却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车子还没开出停车场，刹车突然失灵了，车速不断升高。而就在他惊慌失措之际，那象征死亡的兰花也突然出现在他眼前。他是一个画画的天才，他的作品多次在国际上获奖，但每次却总有人冒充他去领奖。这个女孩名叫任慧，出身贫穷的她，为了实现出国的梦想，不惜成为一个财阀千金的幕后画手。然而，就在这一天，她的二姐乘坐公交车时，偶然看到了妹妹作品在新闻上的报道，却发现领奖者是那个财阀家的女儿。她怒气冲冲地冲到学校，追问妹妹是否受到了对方的欺负。妹妹却告诉她，自己是打算通过给财阀家小姐画画来筹集出国的学费。姐姐认为妹妹这样做是在出卖自己的才华，便严厉地要求她立刻停下来。听了妹妹的话，姐姐顿时哑口无言。几个月前，她和大姐动用所有积蓄来资助妹妹的留学，却没想到自私的母亲竟在深夜偷偷拿走了这些钱，只留下了一封信。信上说她要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。两个姐姐决定再借钱来凑足妹妹的留学费用，但倔强的妹妹实在不忍心让姐姐们再为自己操心。第二天，财阀家为自家女儿举办了一个庆功宴，在宴会上，他们对她说，已经为她和女儿安排好了出国留学的所有手续，只要她继续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，前途定会一片光明。事情急转直下，二姐喝得烂醉如泥，意外获悉妹妹在财阀家的境遇，一时冲动，抓起梯子爬上财阀家外的路灯，开始胡闹。二姐在路灯上出丑，任慧只好跟着财阀夫人回屋，却看到有个熟悉的记者在偷偷拍摄二姐，还嚷嚷着要让二姐丢掉工作。任慧无奈，只好告别财阀夫人，出门将二姐拉下路灯，带她离开。回到家里，任慧气愤地发了条绝交短信给二姐，宣称此生不再理睬二姐。赎罪醒来的二姐看到短信，想到昨晚的糗事，悔恨交加，正想弥补与妹妹的关系，却接到公司的通知，因为醉酒闹事，公司决定开除她。同时，任珠见证了理事长的悲剧，害怕至极，打算放弃一切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但在给闺蜜留下的兰花浇水时，意外找到了闺蜜的养花日记，日记里藏着画有兰花的卡片，卡片背面赫然写着闺蜜留给她的话。闺蜜提到了一个名叫尚宇的朋友，告诉任珠如果她不在了，遇到困难就找尚宇。任珠携带闺蜜的遗产去见尚宇，坦白说不想因为这些钱丧命，却不知如何处理这笔钱。尚宇建议她留下这些钱，因为上交给警察，她可能会被当成犯罪同伙。
甚至被警方以自首为由逮捕。任珠刚继承了巨额遗产，却得知妹妹打算去财阀家做保姆，以筹集留学费。他怒不可遏，直奔财阀家，摆出一堆现金。财阀夫人表面镇定，任珠一离开，他立刻下令调查这笔钱的来源。任珠还没回家，家里的人精在准备晚餐时，在冰柜里发现了藏钱的箱子，看到满箱的现金，吓得人精当场坐倒。任珠回家时，看着地上的钱堆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，妹妹霎时质疑起他。了解到这些钱是花英留下的遗产之后，出身记者的他立刻意识到钱的来路不简单。他严肃警告姐姐不得碰这笔钱，否则他们就变成了窃贼。如果姐姐敢动用这笔钱，他将不得不报警。可是害怕贫穷的任珠已经下决心，宁愿冒险也要用这笔钱改变家庭现状。他背着钱袋跑进了奢品店，为自己选购了一件平日不敢觊觎的高档大衣，之后又把钱藏进了瑜伽馆，连夜去找了擅长房产投资的姑妈，请求她帮忙购置一套大3居公寓。次日一早，姑妈便带她到一个临江的楼盘，望着窗外令人心动的江景以及那些豪华配套设施，她对未来满是憧憬。她在新公寓里直到深夜都未曾离去，给二妹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打算买下这套房子，但二妹坚持认为这钱是不洁之财，不能使用，随即挂断了姐姐的电话，还把姐姐的号码加入了黑名单。与此同时，财阀家作画的小妹突然被财阀夫人带到了一个隐秘的房间，夫人从房间里的一棵树上摘下一朵兰花，让小妹闻了闻，紧接着带她到一旁，要求她为自己画一幅肖像。小妹刚提笔，立刻一副痛苦的表情晕了过去。任珠得知后急忙赶往医院，医生告诉她小妹患有遗传性心脏病，询问她家族中是否有人有过类似情况。她打电话询问母亲，却意外得知她小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妹妹，那个妹妹就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。任珠急忙想去瑜伽馆取钱为妹妹治病，这时道日突然打来电话警告她不要冲动，因为他追踪到尚宇家的时候，尽管任珠靠逃生绳逃出了窗户，但他的背影还是被他认出。尚宇在他逃跑时把财阀集团的秘密账本交给了他，道日想要利用这个账本敲诈财阀集团，所以提议与他合作。任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根本没心思听道日的劝说，他只想赶紧取钱给妹妹治病救命。正当他急匆匆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财阀家的打手，他想装作一切正常，装傻充愣，却没想到对方竟然掏出了她闺蜜藏钱的照片。就这样，她闺蜜留给她的那20亿现金被追了回去，她又一次变回了一文不名的穷人。为了给危在旦夕的妹妹做手术，她跪在地上哀求对方借她1亿，没想到对方不仅不帮，反而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，然后告诉她，如果她能忍受一顿毒打而不出声，对方就愿意留下1亿做医药费。任珠一咬牙，当即答应了。那打手也不多说，直接拿起钢管就对他狠下手去。正当打手举起钢管要朝他的头部猛击的时候，道日突然赶到，将打手拦了下来。任珠一看，急忙叫道日别管，让他不要插手。道日急忙上前想要拉住他，劝他冷静一点，但他用力推开道日，坚持让打手继续打。就在打手准备再次拾起钢管时，财阀夫人突然匆匆赶到现场。原来道日和打手都是他的手下，夫人急忙上前关心地查看任珠的伤势，随后严厉地训斥了打手一番。没过多久，夫人带着任珠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这里正是之前闺蜜带她来过的豪华餐厅。夫人体贴地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任珠身上，夫人走在前头，叫任珠跟上，要她陪自己去吃饭。任珠这才发现夫人脚上穿的高跟鞋和闺蜜的一模一样。走进餐厅，夫人向她透露，原来自己和闺蜜花英是好朋友，他们以前常常一起来这里用餐。任珠听了半信半疑，夫人随手拿出了他们曾在这里用餐的合影，并告诉她曾经送给花英一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高跟鞋。夫人接着说，希望任珠能成为她的助手，像花英一样帮她管理账本。任珠知道这份工作风险巨大，内心犹豫想拒绝，但夫人接着说，只要是她愿意来做助手，夫人就愿意负担她妹妹的全部治疗费，还会资助她出国留学。为了妹妹的生命，任珠无奈只能勉强答应了。就在她准备缴费的时候，任静突然带着做地产的姑妈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直接明告他们，她的姑妈愿意承担任慧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同时警告朴宰相别再惦记打任慧的主意了。手术醒来的妹妹脑子里还一直挂念着她的出国留学梦想，任静劝她先专心养病，但她还是很执着，相信孝琳的爸妈会帮她安排好一切。眼看两人都因此头疼的时候，道日又找到任珠了。这次她发现了一个新的秘密，原来闺蜜给任珠的不只是那20亿现金，在国外她还用任珠的名字买了豪宅豪车，留下了好几份产业，并且在国外7家不同的银行为她存了高达680亿的存款。因为财阀丈夫没有得到通知就偷偷出去，平时自认为是好丈夫的她竟然愤怒地拿起棒球棍砸了家里的电视。女儿在一边看的吓得呼吸都急促起来，她却没有一点关心，反而威胁女儿，让她赶紧打电话让妈妈回家。孝琳害怕地掏出了手机，
但在电话拨出去之前，新上任的助理任珠就抢走了他的手机。朴宰相看到这一幕，马上反应过来，立刻把任珠叫到一边的卧室里，然后追问他妻子去了哪里。任珠回答说，他赶去新加坡参加朋友公司的开业庆典。朴宰相查了查电脑，果然发现妻子出现在了开业典礼的合影中。看到妻子笑得很开心，他立刻叫来了道日，命令他第二天就飞新加坡把妻子带回来。但在出发的前一晚，妻子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。他询问妻子去新加坡的真正目的，妻子却说是去买了一件限量版连衣裙，担心在国内穿了会被人批评奢侈无脑，还可能影响他竞选市长的形象。这个解释明显让细心的丹泰难以置信，他上前握住妻子的手，试图说服他别撒谎，妻子却猛地推开他的手。他直接走上前去，翻开了妻子的行李箱，不在乎旁边妻子几近崩溃的模样，而孝琳害怕地把头埋进被窝里。这个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和睦的一家人，但每当没人的时候，他总是沉溺于那些痛苦的记忆中，甚至不惜用裁纸刀割破自己的手臂以示反抗。为了安慰她的闺蜜，人会建议她把所有害怕的事情都画出来，这样可以把内心的恐惧释放出来。第二天，任珠接到了妹妹的电话，孝琳忘记带了手机，但在她弯腰床底下找手机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幅藏在那里的画。这幅画与当年她闺蜜自杀现场的情景惊人相似。她急忙跑到学校，激动地向孝琳询问这幅画的来历，但孝琳哭着摇头，说自己也不记得了。这时候人会告诉他，这是孝琳父母吵架，他精神崩溃时自己鼓励他画出的场景。在晚上准备睡觉时，人会突然说孝琳不见了。两人在家里疯狂地找寻，最终在停车场的车内找到了迷失的孝琳。人会拿起手机告诉姐姐他在看上个月17号的行车记录视频。听到这话，任珠当场愣住了，因为那一天正是她闺蜜自杀的日期。她才发现自己不慎丢失了闺蜜留给她的20亿遗产，却意外得知闺蜜竟在国外用她的名字买了很多豪宅，还留下了高达680亿的存款。为了弄清楚闺蜜的死因，同时也为了继承这份遗产，她与道日一起前往了新加坡。刚一到达酒店就想办理入住，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。前台工作人员看了她的资料一眼，立刻吓得跑到一边去了，然后叫来了酒店经理。任珠听不懂英语，所以只能依靠翻译软件。根据经理的描述，他得知自己竟然是酒店最重要的 VIP， 还是他们酒店举办兰花拍卖会上的最大金主，每年都会花上几10万美金参与兰花竞拍。任珠感到非常惊讶，但很快她就明白过来，一定是闺蜜用她的身份在这里活动的。但为了尽快继承遗产，避免麻烦，她决定继续装作不知情。第二天，她根据闺蜜的社交动态找到了她住所在的小区，并跑到了咖啡店，拿出了闺蜜小号上的照片，问店员认不认识。带着一脸的诧异，两人赶往了闺蜜的小区。可刚到门口，诡异的事情就再次发生。这里的人好像都认识任珠，无论她走到何处，总有人熟练地向她打招呼。他们依据合同所记载的地址找到了闺蜜购买的别墅。任珠凭直觉尝试了几次密码，但是门锁始终没能打开，结果却不小心把旁边的保安给引来了。任珠一时手足无措，道日赶紧编了个理由，然后急忙带着任珠从那里快速离开。回想起闺蜜在世时曾经做过整容手术，任珠现在开始怀疑，或许闺蜜并未真的去世，而是改头换面，生活在这座别墅里，成了另一个自己。但眼下最紧要的是要取出那笔680亿资金。道日在银行预约好之后，立即带着任珠前去。任珠迅速签署了提款协议，把所有资金都换成了现金。他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需要把所有现金带到马来西亚转移。但就在此刻，任金却发短信给了任珠，他告诉姐姐，道日很可能是财团派来的卧底，让他一定要格外小心。任珠一时陷入了迷茫，因此在赶往最后一家银行的路上，他坦白向道日表达了自己的疑虑。道日沉思片刻，然后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了任珠，并对他说，除了这把枪和自己，不要轻易信任任何人。当两人走进银行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老太太撞到了任珠，接着在她手中塞了一张纸条。任珠顺着老太太的目光转头向窗外望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眼帘，在那人的脚腕上正戴着一朵与闺蜜戴的一模一样的兰花。任珠心中难以置信，回头一看，那位留下纸条的老太太已经不见了。在与银行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，任珠急忙展开了那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崔道日是个极其危险的人，他已经为他规划好了逃走的路线。待取出所有现金之后，按照纸条上的指示，银行经理会找借口把道日叫到一边，任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，拖着钱箱从侧门逃出。外面已有人准备接应他。一旦上车，任珠再次审视了那张纸条，上面指示他用指纹解锁别墅门，面谈后再和他讨论事宜。他们才刚离开没多久，任珠就注意到一辆小车似乎一路跟随着他们。没多久之后，他所在的车辆便在十字路口遭遇了车祸。紧接着，任珠被迅速送往医院。在半昏迷状态中，她似乎看见了闺蜜站在病床前，闺蜜嘱咐她必须快点起身，带着钱逃离这里。但任珠已经无力再睁开眼睛，
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梦境。当她再度醒来时，病床前已不见闺蜜的身影。当道日赶到医院时，人珠已不见踪影。拖着行李箱的人珠决意继续前往闺蜜的家。她想要弄清楚闺蜜为何留下这么巨额的遗产给她，以及为何闺蜜会选择隐瞒自己的身份留在这里。但当她踏入闺蜜的家时，桌上的一瓶蓝色饮料引起了她的注意，仿佛受到某种魔力的驱使。她走上前，一把抓起饮料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就在她坐在阳台前发呆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。她激动地想要上前，却意外地发现来人竟是财阀的妻子袁尚雅。见状，人珠当场愣住了，原来是袁尚雅杀害了她的闺蜜。而在新加坡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袁尚雅精心策划的局，包括酒店的经理、咖啡厅的服务员，还有邻居和询问情况的保安。这一切都是袁尚雅精心为她编排的一场戏。从她成为公司会计的那一刻起，与华英的相遇和相知都是袁尚雅的安排。而她的终极目标就是秘密转移那笔资金。此时她已经安排妥当，明日新闻将会披露，一个沉迷虚荣的女子利用兰花诈骗，最终遭遇悲剧，跳窗自尽。人珠所喝下的饮料实际上是用兰花制成的迷幻药水，半小时内便能让人昏迷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人珠请求看一眼那心心念念的700亿。袁尚雅看他如此，笑着想满足他的愿望。但正当他打开行李箱的时候，他眼前突然映入一个红红的大砖块。就在他愣住的一瞬间，人珠已经迅速拔出枪，瞄准了他。皮箱里整整装着6800亿，但那女人却把所有钱都塞进了车站的储物柜，然后又在皮箱里塞满了沉甸甸的大砖头。当财阀夫人打开皮箱想要取钱时，她迅速掏出手枪想要偷袭。正当她以为形势将会逆转，却没想到自己喝多了，被对方的手下轻易制服。财阀夫人看到这情况，正想低头装作无辜，突然门外响起了铃声。保安说有人往楼下扔垃圾，催促他们快点开门交罚款。就在他示意手下去开门的时候，道日提着灭火器一举击倒了他带来的手下。但当他看到对方的手枪时，道日也不由得愣住了。袁尚雅迅速拔枪准备扣动扳机，没想到道日这时拿出了她丈夫的手机，里面是他们的通话。朴宰相在电话里让他立刻停下这一切，因为人精已经拿到了他们的秘密账本证据，如果不释放人珠，他就要把资料公之于众，同他们一起玉石俱焚。袁尚雅只能无奈的骂骂咧咧，暂时放手。人珠回国想找妹妹的时候，却接到电话，得知妹妹自己跑到精神病院去了。原来人精一直在秘密调查朴宰相涉嫌谋杀和贪污的证据，他跑到精神病院是为了救出被关里的尚宇，希望他能出来作证，揭露朴宰相的罪行。谁知尚宇脑子里突然抽风，出来当晚就给朴宰相打电话，声称要出国，向他索要一大笔钱。朴宰相一听，立刻赶了过去。正当尚宇威胁朴宰相的手下汇钱给他时，朴宰相突然情绪爆发，随后把尚宇摁倒在地。他疯狂地扣动扳机，但枪里却一颗子弹都没有。面对尚宇的嘲笑，朴宰相冲上去狠狠地打了他一拳，接着拿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地将自己的亲哥哥打倒在地。面对弟弟的质疑，尚宇仍然嘴硬，试图还击。朴宰相见此搬起石头，再次狠狠地砸了上去。第二天到了市长大选之际，在众人的欢呼下，朴宰相一脸惬意地开始了选举。可在台上说了没有几句，突如其来，他谋杀尚宇的视频在后面的屏幕上播放了，自己和尚宇的对话也清晰地暴露了出来。此刻幕后的操控者人精以为这一计能将敌击败，谁知道朴宰相竟通过各种手段最终成功登上了王位。当大家都觉得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朴宰相却独自一人爬到了楼顶，突然自杀了。死的时候，他的手里还紧握着象征死亡的兰花。果不其然，这个演技超群的女人就是不会轻易死去。每当剧情即将走到高潮，她总是能变成黑马，逆转战局。就在昨天，剧中的幕后黑手袁尚雅在丈夫朴宰相杀弟的视频曝光后，立刻给他送去了一朵催命的兰花。朴宰相为了不让事情蔓延到妻子身上，决定爬上楼顶，一跃而下，带着那朵兰花，表达了对妻子的最后爱意。另一边，人珠突然发现自己海外账户的钱全没了，警察甚至找上了家门。袁尚雅控告他和花英一起贪污公司资金，他试图辩解说那笔钱已经不在他手上了，可是法庭却拿出了他取钱时的确凿证据。他希望律师能找人证明自己只是糊里糊涂继承了那笔不义之财，可律师告诉他，他将在下次庭审中作为控方证人出现。人精来监狱看望了人珠，人珠对他说，让他快去查袁尚雅家里的密室，因为他曾在那里工作时看到过一个和花英家一模一样的衣柜，衣柜里还放着一个吊死的玩偶，玩偶身上穿的是花英死时的大衣和红色高跟鞋。人精回家后上网搜了搜，发现这个场景正是袁尚雅在纽约读书时的毕业设计作品。第二天开庭了，道日果然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了。在法官的提问下，他一上来就承认人珠和那700亿赃款有关。就在袁尚雅洋洋得意时，他突然转变口风，告诉大家是在袁尚雅的指示下，他帮忙将那笔钱洗白。
并存入了袁尚雅的海外私人账户。他还揭露了袁尚雅这些年只是自己洗钱的多次证据。最后他告诉众人，任珠作为一个基层员工，根本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，他不过是袁尚雅手下一个被操纵的棋子。直到这时，任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参加的那个庭审并不是为了认罪，相反是为了帮他洗脱罪名。庭审结束之后，袁尚雅在记者围堵下面无表情地坐上了车，他还没来得及想好反击计划，突然任晶拿着一堆证据出现在电视画面中。他首先揭露了袁尚雅在纽约的毕业设计作品，接着公布了花英去世那晚他身穿那件限量版大衣离家的情况。而这件大衣最后并没有回到家中的视频，他还特地请来了一位嘉宾。袁尚雅看着电视当场就傻了眼，因为那位嘉宾正是他前一天派去刺杀任晶的那位大叔。这位大叔是他父亲当年的心腹，在他准备对任晶下手的时候，任晶揭露了袁尚雅这些年违背父亲初衷，为了权力和财富四处杀戮的事情。大叔为了给后人营造良好的环境而效忠袁将军，没想到现在他的女儿为了权势早已放弃了当年的理念，于是他坚定地与任晶合作，揭露了袁尚雅家中种植致命花卉，以及每次凶案前都会释放兰花气息的行为。正当任珠准备接受最终审判并做陈述时，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突然闯入法庭。几个月前去世的闺蜜出现在了法庭上，所有人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她将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都揽到了自己和袁尚雅身上，一来就帮任珠洗清了挪用公款的罪名。她告诉大家，自己挪用这笔钱只是想要向袁尚雅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些年来，袁尚雅借助她积累了巨额的财富，但在事情败露之际，却想把她推向死路。为了自保，她才策划了这出戏。所谓的自杀，其实是她从网上找的替身，因为两人有相同的纹身，而且替身刚做过整容手术，所以袁尚雅将她误认为是自己，错手杀害在家中。她此次来法庭就是为了给任珠作证，有了花英的证词，任珠立刻被宣布无罪释放。紧接着，花英举行了一场记者会，她公开了袁尚雅家中行凶的视频，以及袁尚雅多年来非法挪用公款的详细账本。这一系列猛烈的打击让袁尚雅瞬间成了众矢之的。愤怒至极的他用自己父亲生病做借口，将叔叔诱骗到医院，然后趁机给了他致命一针。接着他又绑架了花英到自己家中，并向任珠发送了绑架消息。任珠得知后急忙前去营救。失去理智的袁尚雅触发了家中的自毁机制，屋顶隐藏的硫酸液体顷刻间倾泻而下，花英被腐蚀，痛苦的尖叫，而袁尚雅却在一旁疯狂地大笑。见状，任珠迅速掏出一枚手榴弹丢进下水道，然后拿起井盖冲到花英身前保护她。就在此时，道日也冲进屋内，三人迅速决定撤离现场。袁尚雅还想抓住任珠作为人质，但在激烈的拉扯中，他不慎被任珠推进了水中。那朵象征着死亡的兰花在硫酸的侵蚀下与他一同慢慢消逝，最终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道日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在和任珠道别后独自前往了希腊，而花英则因挪用公款被判了12年监禁。当任珠去探望他时，花英希望给任珠一笔钱去实现梦想，但任珠告诉他，等他攒够了钱可以再去创业。与此同时，他和任晶回到了现实生活中，思考着如何为在国外留学的人会挣学费。突然，第二天任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的银行账户里突然多了整整100亿。同样在公交车上的任珠也收到了短信，他的账户里则多了300亿。这笔钱是用来购买一套大型公寓的。原来在任慧和孝林准备出国的时候，道日已经悄悄地找到了任珠，并将藏在国外的700亿偷偷转入了任慧的账户。这时的任慧正带着孝林周游世界。